乾陵已至，诸位需自行寻找官碑。天书碑是知识，方为人所用，不是划分贵贱的工具。连几个新人都镇不住，还敢扰我官碑？活着是最重要的事吗？清醒的活着，或者死去，才是。这天书陵可是天才的坟场。有误了！所有的剑都是我的，拦我解碑者死！你清醒一点！先生，他下手这么重，神魂不稳，他被天书迷了心智。这天书竟会使人失魂？不，是他被自己的欲念所绊。控制住他，我来行阵。我刚刚好像做了个梦。你方才见到了什么？道，很多很多剑道。见你个大头鬼！人皆有欲，有欲故有求。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当知识被异化为膜拜对象，术不为术，人不愿为人。这天书陵不过是神圣外表下一处腐朽不堪的坟墓。这些莘莘学子，或有自觉，或有迷惑。吃上这药丸，也许会有助于避免执迷之心吧。我不了！来，尝这个。来，这。晚辈不才，酿了些梅花酒，请前辈尝尝。还不赖，你还懂酿酒？六言斋笔记里提过，就试了试。晚辈有些疑惑，不知前辈可否解惑？天书陵设立层层阶级，按知识多少划分高低贵贱。前辈以为是对是错？不经天择，优胜劣汰，悟得天书知识更多者，自是受人敬仰，又有何错？可知识是启发智慧的钥匙，在晚辈一无所有时，是知识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。知识不该是奴役人的枷锁。这和官碑何干？晚辈不想官碑，晚辈的修行之路，一直讲个顺心意。
可大潮逝之后，我的心已并不顺了。这与我何干？晚辈想请教您，为何愿在此地空守37年？因为破了18碑，我能借寰宇大道。如果天书碑无解呢？这18碑根本无解。我从不做假设。不久后，我才从寻梅前辈的笔记中知道，原来他一直尝试回忆过去，却发现这段岁月实在太过漫长，很多东西变得模糊，唯一不变的是无数日夜。他只想去到那里，只可惜，却始终去不得。黑夜看书伤眼。前辈以后还是把这油灯拿上吧。听说你是本届大潮市第一。前辈曾经也是。我？哼，有个比我更厉害的人，只是他没有参加那一年的大潮市。他也曾在昏暗中递给了我一盏灯。你可听说过天凉王破？黑夜看书伤眼。我与王兄于大雪中相遇，此后我们既是朋友，又是对手。但他天赋卓越，远胜于我。数年切磋，我总不如他。拿。直到那一年，我与王兄一同入陵。王兄，既已入陵，不如比比谁先关进乾陵18碑，登神道，得见寰宇大道。好。终于，我们抵达了第18碑。那一年的夏天，下了好大一场暴雨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不是说好了共建寰宇大道，为何要离开？这18碑根本无解。它只是断了，并不代表无解。我们可以再。
时间，不要再劝我。可你若愿留，便自己留下。我们还没有见大道，我还未曾赢过你。你要赢的，从来都不是我。你为什么而活？那之后我便再未见过他，只听新来的人会聊起他，说他已声名显赫。听说王破连破魔族，势无可挡。听说王破力挫强敌，进了点金榜。王破现在可是逍遥榜第一。而我却……听说了吗？那个大仇氏第一始终不愿意出陵，都要成个废人了。太可惜了。但那又怎样？我必须继续灌杯。只要我能破解这18杯，登顶神道，这轮就是我赢了他，我也便能出去见他了。若有想见之人，便见之。前辈，无关任何。可我不想以弱者之姿。只有破解这18杯，才能让我比他更强，我就可以。变强的方式有很多，天下之大远非此处能比拟，何苦囿于其中？胡说！天书陵外又有什么可以比这包含无上妙意的天书杯更能帮我们修行？有很多。战斗、风雪、天地自身，还有贫穷寒苦。更重要的是，天书岭外有生死。你为什么而活？但这是37年了。那一夜，寻梅站了很久很久，神都则迎来了一位故人。20年前，我曾请你劝他出来，你没有来。那今日为何来此啊？总觉得今夜会见到他。王兄今日连过3杯，登顶指日可待。那就承梅兄吉言了。来，干！今日买此梅花酿，待我们看到寰宇大道，开此酒庆祝。好。18杯而闯神道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又是谁？能拦住我？大逆不道之徒，给我拿下！起阵，复魂！自不量力。前辈，你想做什么？
怎么回事？竟然有人闯神道！百年来从没有人为过18杯而闯神道，他一定会死。那可是第一神将汉卿。当年王魄在离开前也来过，他在此站了一夜，最终并没有向前踏出一步。他明白，向前便是死。你既以他为目标，就该表现出跟他一样的智慧。不错，看来在这件事上，他不如我。哪里不如？他不如我笨。前辈，为什么？谢谢你们，你们让我醒了过来，让我明白，我37年修道生涯的阴影，早已不再是他，而是这天书灵。解不开18杯又如何？如今我的顺心意，便是要亲眼看看那神道之后的大道，不论生死。若能赢我，你的确可以去看，但你还不够。寻梅，今夜你既能破除心障，未来或可问鼎丛生。退去吧，莫要一意孤行，不入歧路。不，我的心障就在眼前，只是看到，却并未破去。至于歧路，未必不是正途。世人皆赞我为英杰，但始终能激励我的，其实一直是他。37年，他其实是在为我关杯，为我们许下的诺言关杯。王兄，你怎么老了？梅兄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这口破刀还是这么带劲儿，你这把梅剑还是那么倔强。这些年让你失望了。何来失望？今夜一战，你化星为雪。若论境界，你已胜我。所以，我终于赢了你一次。那一天，满城红梅绽放，两个人谈天说地，聊了好久好久。
可我终究没能见到大道。在将来，我带你去。到最后了，你还要气我？那我该说什么？你最想对我说什么？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在认识寻梅前辈之前，我从未想过，人生可以如此绚烂的绽放。仅是刹那芳华，便已足够我们铭记此生。原来，人生可以短暂而精彩，人生也可以为失败而活。人生海海，恍然间37年耳。为大道死，寻梅不悔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曾经困扰我、阻碍我的一切，都已经无关紧要。先生，你去干嘛？关背。看了这么久，还不加入国教学院吗？记得在这里扫码报名。位置是相对的，他还真有可能重现当年的盛景。真正的大道，不该握于一人之手。